2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老挝万象应约会见美国务卿布林肯。美媒透露，会谈持续了1小时20分钟，远超预期。美国务院次日发布消息稿，形容讨论开放且富有成效。中美重点谈及台海问题。来看报道。 台湾问题是王毅这次老挝行的一个重点议程。根据外交部官宣，27号在出席东亚峰会外长会时，王毅严厉驳斥个别国家就台海稳定表达所谓关切，强调台湾问题100%是中国内政，任何外部势力无权插手，应切实履行不干涉别国内政这一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这一国际社会普遍共识。王毅特别点名美国，指出当前危害台海局势的最大挑战来自岛内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扰破坏，尤其是美国，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各国应共同予以坚决反对。想要真正维护台海和平，就应支持中方的正当立场，坚决反对一切台独行径。同日，在会见布林肯时，针对台湾问题，王毅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过去不是，将来更不会是一个国家。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台独势力每挑衅一次，我们必会反制一次，不断压缩台独空间，朝着实现完全统一的目标努力。根据美方发布的消息稿，布林肯宣称维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美国务院官员还通过美媒放风称，布林肯对中方在台海的动作表达了关切。这名官员表示，在中美外长的每一次讨论中，台海局势都是最受关注的话题。此前，由于美国持续对台军售，中方决定暂停与美方商谈，举行新一轮军控与防扩散磋商。但外界注意到， 此次中美外长都提到了两军沟通的重要性，但并未谈及是否重启相关对话。在南海议题上，美方的态度则有所缓和。布林肯宣称欢迎中方同菲方就仁爱礁达成的临时性安排，但他话锋一转，再次挑拨离间，宣称对中方在南海的行动表示关切，还重申所谓航行与飞越自由。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中表示，当前中美关系仍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双方在台海、南海以及乌克兰危机上的分歧都将导致关系进一步紧张。外界注意到，美国务院对这次中美外长会谈评价较为积极，形容讨论公开且富有成效。 路透社报道称，会谈持续1小时20分钟，这也是自去年6月布林肯实现其任内首次访华后与王毅的第6次会面，也体现了中美关系进一步止跌企稳。如今，美国内正面临大选，副总统哈里斯已经接棒总统拜登，有望代表民主党与前总统特朗普角逐总统之位。 美媒提到，就拜登政府立场与中方进行沟通，正是这次布林肯向中方传达的重点内容。这也是拜登退选后，美国高级外交官首次与中方对话。此前，拜登已经就余下的约6个月任期进行了部署，意在留下政治遗产。但外界认为，如果不能获得主要大国的支持，拜登很可能无法留下属于自己的政治遗产。 据报道，布林肯这次重点强调了哈里斯的接棒参选。他对王毅表示，拜登以及哈里斯都认为中美关系稳定至关重要。美联社指，在与中国打交道上，哈里斯有一定经验。2022年，哈里斯还与中国元首在曼谷见过面。不过，也有分析认为，布林肯此番表态实际上也有向盟友以及国内选民传达信息之意。 这个会面呢，应该说还是很关键的一个时期。我注意到呢，用的词叫做应约。现在刚刚好是这个中国的三中全会刚结束，所以中国政府党和政府呢有了新的一些重大的一些外交政策，包括我们的国家建设的一个政策的一些重大的一些表述。所以美方呢需要在这个重要的三中全会之后来了解中国的这个情况。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方对目前中美关系的定性。王毅对布林肯表示，过去3个月，双方外交、财经、执法、气变团队以及两军保持沟通，两国民间往来也在增加。但必须指出，美方对华遏制打压并没有收手，甚至变本加厉。中美关系面临的风险仍在积聚，挑战也在上升。美方坚持错误的对华认知，总以自己的霸权逻辑镜向中国。中国不是美国，也不想变成美国。 中国共产党20届三中全会通过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决定。希望美方从这个决定中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不要用霸权来镜向中国。首先，第一呢，说明美方是一种采取霸权的行为，就对美国的这个行为呢做出了一种指责。同时呢，告诉美国，你不要以你的逻辑、你的形象来像镜子一样来反射中国，以为中国也是霸权，以为中国也会搞像美国式的这么一种行动。所以，告诉美方你应该准确的判断、准确的了解、认知中国。
实际上，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在对华遏制方面的政策比起特朗普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在1周前，拜登政府被爆出正在施压盟友，进一步收紧对华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限制。但由于拜登任期所剩不多，目前日本和荷兰方面都没有积极回应美方的长臂管辖。中国元首去年访问美国旧金山时，曾做出中美关系的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的论断。实际上，去年底以来，美国民间团体不断掀起访华热潮，积极回应中方主张。就在5天前，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访问北京。很快，中国贸促会宣布，应美国商会和美中贸委会邀请，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将率领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回访美国。与此同时，中国外交官也不断向美国社会阐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27号，驻美国大使谢锋在旧金山湾区纪念中美建交45周年研讨会上指出，中美关系的历史和现实带来3点启示：第一，敌对必然双输；第二，分歧并不可怕；第三，脱钩此路不通，合作才是实现共赢的正确选择。无论是台海、南海，还有中美间的一些经贸关系，包括我们的高科技领域的合作等等，都受到了美方的打压而倒退了。我们要明确地表明我们所认知到的这些态度、这些问题。那么希望美方不要说一套做一套，而真的采取切实的措施来稳定中美关系。需要警惕的是，布林肯此次来亚洲的主要行程是对6个国家展开访问。拜登政府还剩半年的执政任期，布林肯此行也被认为是他的毕业旅行。在与王毅会面后，布林肯将前往日本，预计28号与日本外相上川阳子举行会谈。他透露，期间将与日方讨论台海局势，重申所谓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布林肯访日的重头戏是与美国防长奥斯汀一起，同上川阳子以及日本防相木原忍一起举行美日2+2安全会谈。美方称，此举旨在重申两国在拜登总统退出总统竞选后的联盟关系。新加坡联合早报指，会谈将首次涉及延伸威慑，也就是美国承诺使用核力量来遏阻对盟友的攻击。外界注意到，围绕延伸威慑，日美两国政府2010年建立了工作层面的协商机制，定期交换意见。两国的目标是在年内出台关于延伸威慑的首份联合文件，其中将阐明美国坚定不移捍卫日本的承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还报道称，美国将历史性改组驻日军事力量，驻日美军将重组为联合部队总部，向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汇报，目的是增强美日之间的互操作性。依照安排，美日印澳4边机制外长会也将同期举行，为今年晚些时候可能在新德里举行的峰会做准备。这一对话机制被拜登视为拉拢盟友以求遏制中国的重要部署，但过去几年中成效不佳。这场峰会原本定于今年1月在印度举行，但由于拜登单方面放鸽子，峰会被无限期推迟。近日有消息称，印度方面希望在美国大选后再重启峰会，因为拜登的任期仅剩6个月，盟友很难对拜登政府做出的承诺的有效性做出准确判断。实际上，布林肯和奥斯汀这次还有一场与菲律宾的2+2会谈，这也是这一机制会议首次在菲律宾举办。据悉，南海议题将是讨论的重点，并将重申所谓共同应对中国挑战。观察认为，这显示美方有意加大打菲律宾牌。但同样的问题是，美国内政治正面临高度不确定性，也让菲方充满疑虑。近日，菲方同意在中方的检查后，向座谈军舰运输生活物资，符合此前的临时安排说明，这本身就显示了菲方的态度。因此，布林肯和奥斯汀两人的这场环中国的毕业之旅究竟能起多大效果，仍然有待观察。尤其是特朗普，他是上台的可能性应该说还是几率在增加。那么这样的话，导致美国的一些盟国，特别是在中国的周边的这些国家，就是怎么样在对待中国的态度，怎么样处理中美关系。那么实际上他们有了一些模糊，有了一些不确定。所以我想，现在的美国这些盟国到底会跟着美国走到什么程度？实际上，现在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都会采取一种谨慎的态度。王毅在万象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与非外长会晤，就南海问题阐明中方立场，并警告菲方应遵信守诺，不要再食言。同一天，中国海警局发布消息称，在与菲律宾达成临时协议后，在中国海警的全程监督下，菲方首次在南海进行了运补。南海局势会否趋稳？来看详细分析。王毅表示，中方从维护周边友好和地区合作大局出发，同东盟国家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一以贯之全面有效落实宣言，同时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歧，本地区国家完全有信心、有智慧、有能力处理好南海问题。
针对个别国家重提所谓南海仲裁案，王毅严正指出，仲裁案系临时仲裁庭越权管辖、枉法裁判，无论法律适用还是事实认定等，都存在重大缺陷，完全是政治操弄。所谓裁决本身就严重违反国际法，尤其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受这一非法裁决的影响。王毅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通过军舰非法坐滩，单方面改变仁爱礁现状，甚至企图将其改造为永久哨所，严重违反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条规定，同时也背弃了多次向中方所作承诺。近期，中方从人道主义出发，就管控仁爱礁局势同菲方达成临时性安排，在现场确认和全程监管下，同意菲方仅进行生活物资运补，菲方应遵信守诺，不要再食言，不要再折腾，不要再节外生枝。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王毅发表讲话的当天，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宇表示，按照中菲双方达成的临时安排，菲律宾首次成功对仁爱礁坐滩船实施运补。当天，菲方派出了一艘民用船只，向仁爱礁非法坐滩军舰运送了生活物资。中国海警对此加以确认，并全程监管。菲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一过程中没有发生意外事件。有分析指出，各种报道都显示，这次菲方运送生活物资是经过中方登船确认后才被允许通行的。这也是7月22号之后，中方公开宣布3点原则立场，并表示中方于日前就运补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菲律宾达成临时性安排之后，这一安排的首次成功实践，也显示了双方共同管控海上分歧、推动南海局势降温的共识。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在中国海警的管控下，菲律宾这次没有夹带违规建材，在无法加固的情况下，只能等待坐滩的马德雷山号旧军舰自行解体。菲律宾想要凭借其实现永久侵占中国岛礁的图谋，注定是不会得逞。此外，还有报道提到，中方执法船近期加强了在相关海域的巡逻。这一次呢，这个菲律宾呢，向这个非法坐滩的军舰呢，运送这个生活的补给品呢，在中国呢，中方的这个相关的海警船呢，对它进行了例行的检测，同时呢，也允许它通行了。这个呢，我觉得呢，为这个仁爱礁的这个非法坐滩的军舰呢，未来的解决方案呢，提供了一个思路。就一方面呢，这个所谓的人道主义的这个安排呢，中国呢是能够接受的。但是呢，中国不能接受的是这个非法坐滩的军舰呢，永久的无限期的坐滩下去。外界注意到，虽然这次临时安排下的运送平稳，但菲方事后仍然有一些挑衅性的不实言辞。这也是中方在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敦促菲方应遵信守诺，不要再食言，不要再折腾，不要再节外生枝的原因。对于菲方未来在南海岛礁的做法，仍需要听其言，观其行。值得警惕的是，与此前中方同菲方就仁爱礁局势达成临时安排时一样，美国这次又出来挑拨中菲关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万象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宣称，对中方在南海行动表达关切，还重申所谓航行与飞越自由。美军也再次煽风点火。美海军陆战队驻澳大利亚部队指挥官布莱恩·穆尔维希尔宣称，将考虑指派海军陆战队队员和菲方人员共同护送补给船，派遣工兵协助菲律宾修复坐滩军舰马德雷山号。观察认为，此前美方从未直接参与与菲方的相关运补，因此布莱恩·穆尔维希尔的说法只是拱火的做法，这与美方近年来的策略一致，那就是为了将菲律宾拱上去。美方对菲方做出的一系列承诺，包括扩大驻军和加大联演力度等，但美军今年趁肩并肩演习，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在菲律宾境内，但又宣布将于9月前撤走，这就显示美方的承诺只是空话。值得注意的是，包括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等多位美国和东盟前官员多次告诫菲律宾现政府应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不要被好战的美国政府卷入武装冲突中。美国呢，在这方面呢，做出了非常坏的榜样。那么我们目前来看呢，就是说呢，这个东盟呢和中国之间呢，整体上来看呢，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呢是一致的。东盟呢是希望看到呢，就是在南海问题上呢，中国和有关各方呢能够和平的坐下来呢进行协商谈判。与此同时呢，东盟整体来讲呢是希望呢与中方呢能够早日达成这个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老挝首都万象会谈，美方称开放且富有成效，您对此怎么看呢？主持人好，中美外长在老挝会晤需要注意背景的变化。对中国来说，参加东亚峰会和东盟外长会是经常的，立场是一贯的。王毅外长今后还会出席。而对于美国来说，尤其是对布林肯来说，这一次参加会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就像一些媒体所说，布林肯的亚洲6国行是他的毕业之旅。
即便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大选能够获胜，他呢也要组建自己的班底的。布林肯大概率要告别外交舞台了。告别之旅当然是比较友好的，谈话的议题呢也就比较开放，什么都可以说说。王毅和布林肯的会晤议题呢的确比较广泛，讨论了关键的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包括乌克兰问题、人权问题、朝鲜半岛问题、美国滥用制裁和长臂管辖。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共识的落实情况、台海问题、南海问题等等。会谈呢持续了1小时20分钟。说这次会晤富有成效，我看呢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今后半年时间，中美关系将处在比较稳定可控的阶段，不会有大起大落。两国会继续保持各层级沟通，包括外交、财经、执法、气候变化团队以及两军之间的沟通，以及民间往来的增加。落实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二是中美间的分歧，包括对俄乌军事冲突、台海问题、南海问题上的不同立场，仍将持续，但是呢，应该是可控的，矛盾不会扩大。王毅外长所说的，中美关系仍处在止跌企稳的关键档口，需要不断的校准方向、管控分歧、妥善处理分歧，是对美国的忠告。我认为呢，主要是为了排除干扰，推进合作。现在拜登政府算是留守政府，几乎无力再挑起别的什么冲突，但是呢，加强合作却是可能的。三是在中国的核心利益方面，也就是台海问题和南海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更加强硬。美方透露，每一次王毅和布林肯会谈台湾问题都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这一次延长会谈的时间，主要谈的呢也是台湾问题。多家西方媒体都用中国立场十分强硬来描述，并且引述王毅外长的话说：“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台独势力每挑衅一次，北京呢必会反制一次。中国将不断地压缩台独空间，朝着实现完全统一的目标努力。”布林肯则强调维护台海两岸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总之呢，两国外长的老挝会晤表明中美关系有望进一步缓和。王毅同布林肯会晤时特别强调了南海问题，忠告美方不得再煽风点火、搅局生事，这又怎么理解呢？中国和菲律宾就仁爱礁坐滩军舰的补给问题，今年呢发生了很多摩擦与冲撞。今年初，菲律宾不承认君子协定，到中国海警不得不用水炮拦截非法运送物资，再到中国海警敲打菲律宾海军特战小分队，中菲南海紧张呢是步步升温。这是谁在背后挑唆的呢？是美国。美国呢不仅反复拿美菲安保条约说事，还多次组织联合军演，更把中程导弹也部署到了菲律宾北部，给菲律宾传递错误的信号。等到菲律宾需要美国的时候呢，美国又成缩头乌龟了。菲律宾也许知道美国靠不住、靠不上，随后呢又和中方谈判。前不久就仁爱礁坐滩军舰的补给问题，中菲达成了临时安排。这菲律宾呢折腾了半年，又回到了原点，回到了此前中菲达成的君子协定。就在王毅和布林肯会晤的前几个小时，中国海警宣布，菲律宾一艘民船对仁爱礁坐滩军舰上的军人运送了生活物资。中国海警对此加以确认，并且全程监管。这是很有意思的安排，不仅告诉美国，中菲南海争端不用你管，也把美方的嘴呢给封上了。布林肯呢不好再扯这问题了。王毅外长呢到底是资深外交官，对美菲发出了双重警告。一方面呢，他借中美外长这个高级别的会谈，向菲律宾喊话，要求菲律宾言而有信，不得再运送建筑物资。这呢也是向相关的南海国家和美国交了个底。中菲达成的临时安排是什么？菲律宾今后呢也很难再抵赖。另一方面呢，则忠告美国不得再煽风点火、搅局生事、破坏海上的稳定。换句话说，就是南海问题与你无关。中菲达成临时安排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就是中菲南海争端又回到了双轨思路。南海争端由当事国双方协商解决，南海和平呢由中国和东盟共同维护。这样呢，就把美国等区域外企图干涉的势力给驱逐出南海了。美国大选各方最近好像在坐过山车，现在轮到特朗普担心了。在放话称哈里斯比拜登更容易击败后，特朗普很快被民调支持率打脸。年龄这个回旋镖在击倒拜登之后，终于又打到了特朗普自己身上。
拜登退选后，不少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太老了。数据还显示，越来越多的年轻选民，也就是 Z 世代，积极展现对哈里斯的好感。A new group of battleground state polls showing just how tight the race is. Trump and Harris tied in Michigan and Pennsylvania. Trump inside the margin of error with a 1-point lead in Wisconsin, and Harris leading Trump in Minnesota by 6 points. 近期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特朗普和哈里斯在美国选民中的支持率不相上下。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这份民调显示，哈里斯在明尼苏达州领先高达6%，而当地时间27号，特朗普携竞选搭档万斯偏偏选择前往明尼苏达拉票。Donald Trump and Advance Vance is going to change America. 在长达1个半小时演讲中，特朗普对拜登政府及哈里斯进行猛攻。So now we have a new candidate to defeat the most incompetent, unpopular, and far-left vice president in American history, probably the most far-left person in American history. Less than 4 months from now, Minnesota is going to defeat Kamala Harris. 大批未能进入会场的特朗普支持者聚集在场外。It's not really even about Trump. It's about America. And you know what? I have friend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aisle. That's fine. God bless. But I'm here today because I do support what he's doing. I want him to be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nce again. 事实上，明尼苏达州被认为是民主党的票仓。该州在过去52年里从未落入共和党手中。就在特朗普阵营造势的同一天，该州的民主党人也进行集会，呼吁选民投给哈里斯。He's here today. He lost in 16. He lost in 20. He loses in 24. 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也被认为是哈里斯的潜在副手的人选之一。She will make her choice on what's best for the country, and that's where we're at. 自哈里斯接棒以来，民主党的选情明显改变，越来越多少数族裔选民和年轻选民开始展现对哈里斯的好感。数据显示，哈里斯成功吸引了一大批 Z 世代踊跃支持。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经有17个美国青年组织表态支持哈里斯，不少年轻人新登记为民主党选民。有专家形容这是近年少见。And ours is a fight for the future, and it is a fight for freedom. 美国媒体分析指出，这也反映出民众已经对拜登与特朗普这2位老人家的对决感到厌倦。据了解，美国历史上只有12位总统在就职时年龄在60岁或以上，而在任期开始时年龄超过70岁的总统只有拜登与特朗普。近年来，国会议员的高龄化也引发了类似的担忧，许多选民渴望华盛顿出现一个能取代老人政治的新局面。美国著名杂志《纽约更世界》健康专题将拜登和特朗普扒光衣服同框登上封面，暗讽美国政局环境的动荡、人心观念两极分化的非健康的状态。拜登的退选让78岁的特朗普成为有史以来赢得党内提名的最年长候选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年龄问题曾是民主党人极力淡化的软肋，如今却成了趁手的武器，正试图对共和党对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在拜登宣布支持哈里斯几个小时后，重要民主党组织占领民主党开始抨击特朗普的年龄问题。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特朗普已经78岁了，认知能力严重下降，他应该立即停止竞选活动。在这种氛围下，哈里斯在年轻选民中的支持度急升。日前，哈里斯为一个 Z 世代的活动录制视频，指他们才是这次选举的关键。And we know your vote cannot be taken for granted. It must be earned. And that is exactly what we will do. 另有消息指，拜登将于下周公布最高法院重大改革提案，将包括限制大法官任期、可强制执行的操守规范，以及推动修宪、取消总统等官员的豁免权。拜登25号在白宫椭圆办公室向全国发表演说时称，推动最高法院改革是他剩余任期内的首要任务之一，称因为这对民主至关重要。观察指，拜登在仅剩任期内完成此事可能性不大，但此举更大程度上是民主党为选举祭出的一步棋，意在拿特朗普官司缠身说事。而另一方面，据美国政治报网站的消息，针对哈里斯当前的强劲势头，共和党正改变此前的策略，竭力寻找攻击哈里斯的新路线。Kamala Harris is directly responsible for the worst border crisis in this nation's history. 外界还注意到，在过去连续2天的竞选活动中，特朗普右耳的绷带不见了。26号，特朗普在一场活动上表示，自己恢复得很好，已经把绷带拆下。他还表示将重返此前发生刺杀事件的巴特勒市，但并未透露活动的日程表和细节，也没有确定巴特勒市的活动是否在室外举行。当天，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发表声明，特朗普的右耳在本月13号发生的未遂刺杀事件中确实被一颗子弹击中。华盛顿
邮报此前报道说，美国特勤局希望特朗普停止举行大型户外集会，以影响安全为由，特勤局没有向媒体确认或否认将为特朗普提供额外的安全保障。美国媒体透露，刚刚退出大选的现任总统拜登要对最高大法官改革动刀了。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和正在进行的选战有关系吗？是的，呈现宣布退选之后的拜登正式进入他总统任期的尴尬时区。在2025年1月20号之前的这个目光所及的几个月时间里，这位81岁老人将逐渐淡出美国政治舞台正中央，成为一位所谓的看守总统。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他的作用在下降。事实上，纵观美国历届看守总统，基本都会在剩余任期内将自己即将过期作废的权利吃干榨尽。可千万不要忘了，这个总统任期的最后阶段，全程叠加美国政治舞台最关键的议程，那就是美国总统大选。西方选举政治里经常上演的政策买票，常常就是在这个阶段上演。我为什么上来就提政策买票呢？也并非诛心之论。拜登即将公布的这一轮司法改革有着2个非常耐人寻味的指向性，一个是冲着取消最高法院大法官终身任期制去的，另一个就是冲着美国总统所享有的司法豁免权去的。前者如果说体现了拜登为代表的民主党人对美国最高法院全面右转的担忧，那么后者就完全是冲着老对手去的。特朗普可能会说：“你直接点我名算了。”那么，拜登的这项司法改革与政策买票之间是如何形成逻辑关系的呢？如果要让我用一句话去描述拜登这个行为的用意可能就是将美国司法问题进一步泛政治化，为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可能出现的宪政危机早做准备。回看特朗普参加的2场大选，你会发现，无论是2016年还是2020年，他的得票率都徘徊在46%左右。尤其是2020年大选，共和党方面要求重新计票、起诉选举舞弊的司法争议尤其剧烈。谁说2024年总统大选就一定会是所谓的一边倒式的胜利呢？最高法院的裁决往往决定了最终的胜负。民主党人已经未雨绸缪。说到美国最高法院，一个趋势已经凸显，那就是美国司法的政治化，最高法院大法官意识形态光谱泾渭分明的左右对立化。政党极化与2党恶斗向最高法院的投射，最终指向了一个结局，那就是美国司法被武器化，已经在劫难逃了。一个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美国最高法院与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之间的司法争议。2023年12月，科罗拉多州作出裁决，认定前总统特朗普在国会山事件中触犯了叛乱罪，因此特朗普不应该参加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党内初选。特朗普认为这是民主党人动用司法武器对他进行所谓的政治追杀，立即上诉到了华盛顿。美国最高法院在今年3月推翻了科罗拉多州的裁决，民主党人则认为这是共和党人利用最高法保守派大法官人数优势进行的司法干预。美国新保守主义旗手罗伯特·卡根曾在《华盛顿邮报》撰文称，他说：“特朗普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本身就已经意味着美国正在面临宪政危机了。”在我看来，拜登的这套司法改革也许有其合理性与正当性，但明眼人都清楚，美国司法的武器化、政党化已经是房间里的大象。就像是酒桌上放着一把左轮手枪，而酒吧里站着2位醉醺醺的牛仔，都在盯着他。说到选战，哈里斯与特朗普的差距正在进一步缩小，甚至在个别民调中还展露反超势头。您对此有何观察？怎么看这场大选的走势呢？事实证明，特朗普这一枪挨早了。这场美国大选还远没有进入所谓的垃圾时间。亲民主党的美国媒体民调数据，它擘画出了哈里斯一片美好前景。这不奇怪，所有的民调都有水分，无非是含水量多与少罢了。但被视为地下民调的博彩行业给出的赌盘赔率，则很能说明问题。哈里斯起势了支持率确实在上扬。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又一个悬念揭晓了，奥巴马夫妇正式背书哈里斯。我特地看了一下哈里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奥巴马夫妇来电的短视频，给我看笑了。摆拍的痕迹过于浓重，但选举政治确实就是一场接着一场的真人秀。展现在镜头前的一团和气，
那背后是密室里的一场场惊心动魄的筹码交换，每一个背书的背后都是一块块被提前切走的蛋糕。要问我对这场美国大选的走势怎么看，我会倾向于保守地认为胜负未分。正如我此前在节目中谈到的，特朗普这种典型的克里斯玛型政客啊，他的优劣是非常显著的，那就是有多少人喜欢他，就会有多少人讨厌他。特朗普的声势越高，反对他的声量也会凝聚在一起。特朗普阵营稍微有一些失策的地方在于啊，过于乐观地估计了这场选举的走势，以特朗普主义继承人的取向选择了万斯作为搭档，那这在一定程度上啊限缩了特朗普的选民接触面。这里引出了一个悬念，那就是哈里斯又会如何选择自己的竞选搭档呢？柳暗花明又一村，谁说下后手棋处处被动来着？比较有意思的细节是，一场未遂刺杀让共和党迅速摒弃了内部纷争，齐聚在特朗普主义的旗帜下。而这边厢，拜登退选也并未引爆民主党派系分裂，保守派温和派、自由派进步派是纷纷宣布支持哈里斯。由此可见呢，2024美国总统大选还是很有看头的。正如我刚刚谈到的，美国司法的武器化已经是房间里的大象，因此双方都无法承受一场溃败带来的连锁反应。政党激化看似各自团结了2个政党，却进一步撕裂了美国社会。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本周在北京期间表示，愿同俄罗斯展开对话谈判。中方当时回应称，和谈时机尚未成熟。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库列巴访华进行回应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对和谈持开放态度。为进一步劝和促谈，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28号起展开第4轮穿梭外交，对象是3个全球南方重要国家。中方将派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于7月28日起访问巴西、南非和印度尼西亚，就乌克兰危机开展第4轮穿梭外交，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就当前局势及和谈进程进一步交换意见，探讨推动局势降温，为重启和谈积累条件。在26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已经近2年半时间，战事仍在延续，和谈前景还不明朗。由于冲突存在进一步升级外溢风险，国际社会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普遍对此感到忧虑，希望进一步推动局势降温。正是在此背景下，中方开始了第4轮穿梭外交。实际上，早在2023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1周年时，中方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提出停火止战、启动和谈、解决人道危机等12个方面的主张。同年5月，李辉开启第1轮穿梭外交，访问乌克兰、波兰、法国、德国、欧盟总部和俄罗斯，这是中方首次专门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展开穿梭外交。今年以来，中方斡旋的频率提高，于3月和5月分别进行了第2轮和第3轮穿梭外交，进一步扩大访问范围，努力寻求更广泛的国际共识。在第3轮穿梭外交中，将土耳其、埃及、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纳入，同时与巴西、南非、印尼、哈萨克斯坦等国官员沟通，取得积极进展。今年5月，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访华，双方就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呼吁局势降温深入交换意见，并达成6点共识，呼吁有关各方遵守局势降温3原则，即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并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相关立场获得国际社会，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共鸣。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李辉展开的第4轮穿梭外交的第1个国家就是巴西，显示中巴双方有望进一步巩固6点共识和3原则，而其余2国，包括南非和印尼的立场也与巴西大致相同。观察指出，巴西、南非和印尼分别是南美洲、非洲和东南亚的大国，具有较强的区域影响力，与他们巩固共识能增强相关主张的国际影响力。因为巴西跟南非都是金砖国家。而今年10月呢，刚好又在俄罗斯要来举行金砖峰会，那所以说这2个国家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呢，这个印度尼西亚在东南亚的这个影响力呢也是非常大的。中国跟印度尼西亚的这个关系呢也是非常好。那如果说印度尼西亚这边它能够有一些表态的话，那当然对于整个俄乌的这个问题呢会有相当的影响力。
实际上，美西方过去3年的拉偏架已经导致他们实际上无法参与斡旋的事实。在法国和瑞士召开的2次所谓和平会议无疾而终就是证明。而在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全球南方国家基本保持中立，他们也正在崛起为一支影响全球治理格局的重要力量。近来越发受到美西方的重视和拉拢。例如，在6月举行的瑞士和平会议上，主办方就邀请不少全球南方国家参与，但包括巴西、南非、印尼等主要国家都没有在联合声明上签字，这也被解读为美西方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下降。本周，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自俄乌冲突以来首次访华，受到国际舆论高度关注。《纽约时报》刊文在报道中强调，乌外长访华表明基辅方面寻求外交途径解决战争的意愿增强。库列巴对中方表示，乌方重视中方的意见，认真研究了中国与巴西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6点共识，并准备同俄方开展对话谈判。乌方认为，讨论俄乌问题的第2届和平峰会可由全球南方国家主办。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方仍对谈判持开放态度。分析认为，这显示冲突双方都对中巴6点共识持开放态度，因此其很有可能成为未来谈判的基础。主要的呢，当然就是美国的变化，就是因为川普可能会上台，而且呢，他也曾经讲过了，他说他在胜选的第2天呢，他要结束俄乌战争。他虽然还没有上任，那他可能就会运用他跟普丁总统的交情来处理这件事情。那这个就促使了乌克兰这边呢，他们感觉到这个情况有所变化，所以呢，他们特别到了北京，他的外长到了北京来跟中方呢洽谈，那也希望说中方呢能够出面来帮助协调这个俄乌的战争。值得注意的是，7月19号，特朗普与泽连斯基通话后，乌克兰民众厌战情绪显著上升。23号，乌克兰智库机构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同意为早日结束俄乌冲突而放弃部分领土的受访者比例，从去年5月的10%大幅上升至32%。乌克兰舆论认为，特朗普提出的24小时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包括乌方在领土问题上让步。在此背景下，甚至连乌总统泽连斯基也改变了不与俄方谈判的强硬立场。他当天呼吁尽快结束战争。此外，随着美国援乌的概率大大降低，德国也计划明年对乌军援削减1半。有乌克兰军人告诉美国《华盛顿邮报》，乌军已经耗尽，兵力严重不足。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则援引乌克兰安全局前中校的说法报道称，外国人正大规模逃离乌军部队，并咒骂乌军的服役条件。互联网上有很多这些外国雇佣兵发布的视频，严重打击了乌克兰军队和整个乌克兰的形象，阻止了潜在雇佣军前来乌克兰的愿望。对于援乌武器，有消息称，希腊计划将32架退役 F-16战机卖给美国，由美方进行改造升级后再提供给乌克兰。有消息称，乌军计划将这些战机部署在波兰境内。俄总统普京此前则表示，如果乌克兰获得 F-16战机，即使部署在乌克兰境外，俄军方也将考虑摧毁这些飞机的方案。此前有报道称，乌克兰将在今年夏天接收首批西方援助的 F-16战机，但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乌克兰和西方官员认为 F-16战机来得太迟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险招，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飞机部署在波兰的话，因为波兰是北约国家，我说从波兰起飞就表示说波兰要介入这个战争了。那你波兰介入这个战争，就表示北约介入这个战争了。那这个问题就会变得非常严重。第一个呢，就是说欧洲有一些企业，它也在俄罗斯呢有投资的。那这样子的话，那你俄罗斯当然会采取一种报复的行动。那这种报复的行动呢，就会促使了整个欧洲联盟内部他们的投资以及他们的股市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近日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纵深也越来越远。乌克兰真理报27号援引乌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乌克兰一架攻击无人机还击中了位于俄罗斯北部地区一座军用机场的一架俄军图 22M3 战略轰炸机。由于这座军用机场距离俄乌边界约有1800公里，因此这也是乌克兰最远的一次跨境打击。但观察指出，乌军点对点的打击不能改变战场局势。虽说哈里斯如今已成为美国政坛的当红炸子鸡，但对于美国的欧洲盟友来说，仍要继续为特朗普重返白宫做好万全准备。
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前署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近日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分析，无论未来总统是谁，美国都会因为内部经济社会压力增大而将注意力放在外部，从而影响中美关系。而欧洲方面也将根据美国来调整自身的对华政策。 We all know that Trump's previous term had a huge impact on the world. How do you think we should prepare for his potential return to the White House? How to prepare for it, it's very difficult to know. The only fundamental thing is China's strength, because the only language which Trump understands is strength. And therefore, there are two aspects of this strength. One is China's continuing economic success. Everything really is determined by that. If China continues to grow at 2 to 2.5 times as fast as the United States, the problems will be solved ove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The second one, which is very dangerous, of course, is military. Increase in tension around Taiwan, increase in tens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various other things, instigating other countries like Philippines to do things which are against their national interests but against China. So I think, unfortunately, the situation is going to be rather tense. 罗思义认为，中国的经济越增长，科技实力越发展，美西方的打压力度就会越大。但罗思义观察到，在刚刚过去的中共20届三中全会上，中国继续强调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并且将重点放在人才培养、研发投入上。美国对华打科技战可能会在短期内制造一些压力，但从长远来看，并不会导致中国经济放缓。 The United States is attempting to hold back China's economy, attempting to slow it down. It means, therefore, that it is attempting to prevent the high technology going to China. The problem for the United States is that China's resources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investment are much bigg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The investment capital created annu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about $4 trillion. And the investment capital created in China each year is about $8 trillion. That's why China developed green industry so far. But if the United States insists on not cooperating, then China will succeed in overcoming the problem with a period of time.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电动汽车也成为美欧打击的重点。此前，美国拜登政府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引发舆论哗然。7月初，欧盟则是以所谓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在原来10%关税基础上，额外加征最高37.6%的临时关税。此举遭到欧洲汽车产业以及德国、匈牙利等受益于中国产能与市场的欧洲国家的强烈反对。普华永道24号发布一份报告显示，今年中国向欧洲出口的汽车可能达到44万辆，而与此同时，欧洲制造商向中国出口的汽车数量可能降至32.5万辆。未来这一趋势还将持续。报告认为，欧盟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征收特别关税，可能不会对欧洲制造商有持久的效用。罗思义向深圳卫视分析，面对竞争力更高的中国新能源汽车，美欧应该做的是加大对自身产业的研发投入，而不是筑高贸易壁垒。从长远上来看，此举只会让其车企的竞争力大幅下降。The only way, incidentally, that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compete with that is that they devote equivalent resources to it. If they decide to devote the resources to it, they can do it. The United States is devoting those resources to something else. It's spending them on the military, or it's spending them on an incredibly inefficient health service. And therefore, of course, it's falling behind. So do you think China and EU can figure out some solutions to end this EV war?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be terribly easy, unfortunately, because the European Union does things which are extremely economically irrational because of the pressur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will b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China to have good relations with Europe because economically, it's so damaging for Europe to have bad relations with China. So I think the relations will be a bit better tha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ey won't have their full potential 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pressure by the United States.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欧盟决定对华电动汽车加征临时反补贴税之后，多名欧洲政要宣布来华访问，其中包括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日前，梅洛尼已经抵达北京，展开为期5天的访华行程。外界普遍认为，意大利虽然是欧洲内部支持加征关税的一派，但这是因为意大利希望吸引中国车企到意大利设厂，帮助意大利完善其自身的电动汽车供应链，而这很可能是梅洛尼访华的重点。罗斯义也认为，中国的市场和技术对于任何国家或企业的发展而言都至关重要。Just look at a little episode recently. The US chip companies lost around $400 billion in share markets in a single day because of the American announcement that they're going to increase the sanctions against China, the technology boycotts. China is the biggest manufacturer in the world. It's the biggest user of chips in the world, and therefore it's a fantastic market. China's got the world's most advanced producers of batteries, and therefore, as every major car company in the world is making the transition to EVs, loads of them want to go to China in order to form partnerships with Chinese battery companies, learn from China, all sorts of things.